古元界，这里并不属于10天中的任何一天，这是一方极为古老的天地。这片大地之上弥漫着无比苍凉的气息，粗犷的巨石散乱地林立于大地上，远处还可见到一座座高耸的不可思议的大山，如巨人般的矗立。狂风在天地间疯狂地呼啸，飞沙走石般。这里的天地根本不存在任何的生灵，更像是洪荒初开的一方天地。就在这种苍凉之中，忽然这里的空间剧烈地扭曲了起来，然后形成了一座巨大的空间之门。空间之门开始动荡，瞬间有着无数道光影如蝗虫般的自其中暴掠而出。那无数道的光影渐渐地化作人影，自然是刚刚进入古元界的各大诸天强者大部队。很快，各大顶尖势力的强者皆是快速地掠出空间之门，最终落在了这一片荒凉的大地之上。众多身影降临在这方大地之上的时候，便是把目光好奇地打量着四周那古老的天地，不断地出现了窃窃私语之声。这就是古元界吗？怎么如此的荒凉？我以为这一方世界会是充满着无数让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没想到这里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这里可是那传说中的祖龙之地，其中所诞生的奇物自然不是我们能够见识到的，所以这里与其说荒凉，倒不如说这是世界最初诞生的时候，应当就是如此的景象吧。在这大地上的一处区域，诸多降临下来的身影，在其前方都有着领队者。这些领队者看了一眼身后的众人，道：“清点人马，保持谨慎，这里乃是第一序列之神的地狱，可不要乱走，必须紧跟队伍。”各队伍领守之人迅速地将命令发出，将那散落开来众人马尽数地收拢点清。萧炎、林动、沐尘三人的目光投向了这片陌生的古老天地之间，他们先是感应了一下这片天地间的元气浓度，不感知不要紧，这一感知之下，竟然顿时眉头都忍不住的一挑，因为他们发现此处的元气竟然如此的精纯，而且非常的古老，比起此前在新天诞生里的古老元气更加的雄浑，而且其强盛增高了数倍不止。在如此古老精纯的元气的包裹下的天地，萧炎、林动、沐尘三人都是感觉到自身的世界之力都是在此刻微微的震荡起来。看来这古元天果真是一片修炼者的绝佳之地，这里乃是那位第一序列之位的神灵祖龙诞生之地，果然不假。萧炎心中一声感叹，就算是各大诸天最强的混元天，若是拿来跟这古元天一比，还真是逊色了许多。在这种地方，就算没有得到任何的机缘，光是在此地修炼一段时间，都足以让那修炼之人所获不小了。这古元界的元气真是太惊人了，我感觉我好像是在浸泡其中一样，真是舒服啊！此时很多强者以及各方势力的人马都是感应到古老元气的精纯特殊，当即有着无数激动的声音响彻起来。一些地至尊以及天至尊的强者更是忍耐不住的直接盘坐而下，运转体内的元气，开始吸收这方天地间的古老元气。就连混元天的一些队伍中，那些强者都开始蠢蠢欲动起来。虽然他们混元天的资源比起其他诸天丰富很多，但是对于古元天这等修炼的绝佳宝地，怎么会不让人心动呢？有一部分人已经在此地直接开始修炼，吸收天地间的古老元气，但是还有大多数的人可没有这样做，因为古元天内危机重重，可不是捡便宜的时候。能够有者如此定力的，也唯有一些主宰者才能够拥有的。所以，刚刚直接被这方天地元气所诱惑到的，大部分都是地至尊和一些天至尊强者。不过就在此时，那些主宰者的便是感知到在某一处有着细微的震动，而那种震动竟然是来自地底。小心！萧炎的瞳孔瞬间微缩起来，厉声大喝道。就当萧炎的喝声刚脱口出的那一瞬间，这片大地之上开始剧烈的震动起来，犹如地龙翻滚一般。众人也震惊的见到，那原本坚硬的大地竟是在此时变得如泥沼一般，泥沼形成巨大的漩涡，一口就将那些原地坐在大地之上吸收炼化古老元气的身影直接缠绕了进去。泥沼中伸出了无数细小的尖刺，直接是刺进了那些被泥沼捆缚的人身躯之中。凄厉的惨叫之声瞬间响彻而起，而泥沼之内又是跳跃出一头头模样千奇百怪的泥沼黑影，他们体型壮硕，犹如泥沼食人一般，疯狂地窜了出来。看到这些众人后，直接对着四周的人群开始大肆杀戮地吞噬起来。这些泥沼人的实力极其的可怕，弱的同样是地至尊，强的都已经达到天至尊的级别。凡是被泥沼人吞噬而下的人，直接是尸骨无存，在极快的时间中被消耗为最精纯的天地元气。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原本还以为来到古元天内便可肆无忌惮地提升实力，但是莫想到古元天中竟然潜藏着如此多的危机，这是古元天中的一种灾难，名为地灾。人群之中有着一道声音响起，看样子也是知晓了刚刚古元天所发生的变故。在这古元天的大地中，具备着某种本能的意识，它追逐着元气的强成存在，然后将其吞噬，分解成天地间的精纯元气，最后归于整个古元天之中。所以在这古元天之内，任何的地形都有可能在下一刻出现变化，平原可化为沼泽，而高山也可化为深渊。一旦有人陷入其中，那么就无法逃脱出来，甚至被缠上的话，便可迅速的分解掉。虽然古元天有着诸多丰富的资源，但同时也是潜藏着步步危机。无数强者的脸庞之上残留着惊恐，却是让的所有人渐渐的明白，想要获得丰富的元气，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因为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看来是刚刚这里突然出现了太多人，导致这方天地的元气波动过于的强盛所导致，方才引来如此可怕的地灾。林动看了一眼先前那些想要在这里直接盘坐吸收其中的古老元气身影，淡淡的说道。但是此时此刻，也有一些人开始看向萧炎这里，在他们的眼中有着一丝吃惊和不敢置信之色。
因为萧炎能够在第一时间便是感知到这大地之下传来的异常动静，在告诉了大家之后，才让损失减到最小化。但是他们吃惊的是，萧炎的实力也才最强主宰中期而已，竟然有着如此可怕的感知力，就算是最强主宰后期，都有者数道目光对着萧炎投射而来。不过也不得不承认萧炎先前那一瞬的提醒，不然此时各方势力的强者死在古元界这等可怕的地灾里，怕是不下数百人之多。萧炎能够有着如此的感知力，则是他的灵魂境界已经达到了主境。正准确的来说，萧炎的主境灵魂应该已经到达后期。随着主境灵魂的力量越来越强，那么其感知能力就会变得更为的敏锐起来。所以先前就算比萧炎更强大的一些最强主宰后期的强者，都没能在第一时间感知到萧炎刚刚的这表现，让的来自各大诸天中的主宰巅峰级别的强者皆是被引起了注意。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为了观察古元天内的祖气动向，他们在辽阔的大地之上开始建造一座观气台。无数道人影热火朝天的搬动着巨石，元气操控着泥土破地而出，迅速的形成了一座座的房屋建筑，一座能够容纳数万人的城镇，再以惊人的速度自这座大地之上拔地而起，并且在其外围又形成了一座光罩，将整个城镇都是笼罩进去。这光罩只有一个作用，就是拿来屏蔽元气的作用。有了这种屏蔽元气的结界，才能够避开古元界中的一些地灾感应，不然又会像刚刚那样情况的发生。在如此多人聚集在一片区域的时候，这处空间中的元气波动自然是非常的旺盛，恐怕下一波的地灾又很快的就会出现，到时候再来一个缠绕吞噬，说不得就有更多的人全军覆没了。在城镇的上空中顶的位置，则是矗立着一面宛如玉石般的光镜，光镜之上有诸多的圆纹若隐若现在那其中，给人一种神秘之感。这就是观气台，而它的作用就是能够映照古元天内数万里范围内的祖气流动。一般来说，如果有着大量祖气流动的区域，那就很有可能就存在着祖气之脉。建造一个观气台的并不是难，因为各大诸天中几乎所有的势力在来之时就会有所准备，所以并不会出现差池。虽然观气台的建造并不是很难，但是想要探查数万里范围的祖气流动，则还是需要各大势力的联合。这也是前期的时候，各大势力都处于一种联合之势，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哪里有者祖气的支脉。观气台在各方势力齐心之下，不过半日的时间就已经大功告成。旋即，很快各方势力之人云集于这座城镇上，其中一些领队者抬头望着上空处那明镜，说道：“准备开始吧。”话音落下，这些领队者率先出手，只见得一道道青光的元气自体内爆冲而起，直接撞进了那明镜之内。与此同时，萧炎、灵动木尘等人也是纷纷的运转着体内的世界之力，同样尽数的没入于那明镜中。毫光落下，明镜顿时震动了起来。此时望去，那明镜之上似乎是有着一道山川河流的画面在逐渐的形成。各方势力的领队者的眼中都是眼神露出炙热的光芒，他们死死地盯着那明镜中所形成的画面。然而在明镜的画面中的一处淡黄色所覆盖的区域内，所有人的目光更加的灼热，不断的涌现出来，因为那区域便是祖气旺盛之处，很有可能会有祖气之脉的存在。不过这也并不能100%的确定那里就充满着祖气，很有可能是一块淡黄气息笼罩的普通区域，也有可能只是一条微不足道的其他本源，也说不定。但也不能够完全否认，因为一些看似气息微乎其微的地方，说不得就蕴含着一条大型的祖气之脉。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不管是谁遇到了，都会能够获益匪浅。萧炎、灵动木尘三人好奇地打量着明镜中的画面，那淡黄色覆盖的雾气应该就是某种气流，并且还能够给人一种非常神秘古老之味。灵动的眼神微微一动，他发现这片画面之中便是有者隐隐地察觉到这些淡黄色的雾气极为的浓厚，想必其中有者祖气。不过很显然，这个区域将会是各大诸天中的各大势力抢夺的主要目标之一。还没等萧炎三人有所动作，各方势力的领队者已是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轰的一声，一些各域队伍的领队者直接爆发出惊人强大的元气，率先前往那片淡黄色的区域之中。如果早一点抵达，便可获得很好的天地之宝。按照各方的规矩，这明镜中的画面能够直接打碎，谁若是看中了那片区域的话，直接出手将那一片的地图碎片截获下来也是可以的。只不过如今这一片区域可不止一人所盯上，所以自然是免不了一场强者之间的斗争。各大诸天的那些势力也是直接出手，祖气越早被第一波的人获得，那么自然比后面所获得的人更好。此时，来自乾坤天的8大势力为首的梵天宫众强者似乎看中了画面中的某一块光图碎片处，然后催动着强大的元气，将要卷住那里的画面碎片，想要拿走这处地狱碎片，岂是你们能够那么轻易夺走的？一道低沉的声音渐渐响起，而这一道声音正是混元天万祖域的一名强者，他的目光同样贪婪地看着这处地狱碎片。万祖域吗？你们想与我们梵天宫的人作对？此时，梵天宫的一道平淡无比的声音也传了出来。这位男子身穿蓝色衣袍，身材高大，手中紧握一把锋利的一道古刀，在其古刀之上有着不可思议的气息传出，似乎能够破开天下万物之能。哦，古元道竟然是72大神器排名第58名，没想到你们焚天宫似乎早已做好准备啊！万祖域这面的一位强者惊异地说道：“既然知道这是一道神器，那么就请你们还是明智一点，不然到时候可别怪我们焚天宫无情了。”手拿古元刀的这位蓝袍男子冷冽之声再度毫无客气地对着万祖域的那些强者出声道。不过
就在焚天宫一位万祖玉的这些人认为会有些忌惮他手中那古元刀的时候，那万祖玉的那位强者似是有着一道轻轻的笑声响起，旋即一瞬间，一道强大的元气光束直接对着焚天宫的这位蓝袍马男子直射而去。不过在第一时间，蓝袍男子的进行了快速的反击，自身的元气也同样飙升起来，轻轻地将手中的古元刀挥舞而去，与那急速射来的强大元气狠狠地相撞在了一起。巨大的爆破之声开始响彻而起，一瞬间，两股力量的对拼之下，其中的能量彼此疯狂的侵蚀以及轰击，在短短数息之间，他们二者已经交锋了上百次之多。不过最终还是万祖玉的这位强者的攻势更胜一筹，直接是将蓝袍男子给震飞了而出。在蓝袍男子飞出去的瞬间，万祖玉的强者利用自身的强者元气凝聚出一道手爪，直接抢先一步的将明镜中的地狱碎片抓了过来。可恶！蓝袍男子顿时一阵怒意，他也没有想到这万祖玉强者手里竟然也同样有着强大的神器，不然刚刚自己利用古元刀的力量，不可能会不是他的对手。他那不甘心的目光直接投向不远处的万祖玉强者，夺得那地方碎之后，那万祖玉的强者瞟了蓝袍男子一眼，笑道：实力不如我，就连神器也不如我，那我就只能毫不客气地手下这卷地狱碎片了。万祖玉的强者嘴角微微掀起，而后偏头看了看不远处的萧炎、林动、沐尘三人，本来他还以为这三人会一起上场呢，结果竟没有出手，让得他都有些意外，因为他们所抢夺的区域碎片乃是祖气会旺盛的，这么好的机会没有好夺取，着实让人有些失望。这位万祖玉的强者的实力已经达到最强主宰巅峰，虽然在最强主宰巅峰中不是最强，但是也是一名非常强大的对手。此前萧炎的强大之处，本想与萧炎一战，没想到对方却没有任何动作，心中虽然失落一些，但是脸上依旧挂着一抹微笑的向萧炎、林动、沐尘三人投射而来，说道：来，要不要送你们几块，自己选一选。而林动则是传出了一些低低冷意，显然这是万祖玉的强者故意想要羞辱他们。虽然万祖玉的强者实力比他们的修为要强上许多，但是就算如此，萧炎三人也不会惧意这位来自万祖玉的强者。不过既然对方那么客气的送出大礼，萧炎、林动、沐尘自然也不会客气，暂时的隐忍才是能够在诸天气运之争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后的祖气最多的获胜者。萧炎、林动、沐尘的目光盯着那被万祖玉强者随意扔出来的几道地狱碎片，眼眸有些奇异的闪烁了一下。不过就在此时，体内的焚老之声发出细微的响声，突然的传进萧炎的耳中：萧炎，选右边第2块的地狱碎片。最终萧炎也在第一时间将右边第2块的地狱碎片拿在了手里，而林动和沐尘则是选择了其他的地狱碎片。而在周围的其他人竟然对着萧炎、林动、沐尘三人投来不可思议的目光，显然不明白这三人究竟是什么意思。刚刚那万祖玉的强者是故意如此做法，这是在羞辱他们，他们为何还要凑上去？焚老为什么要让我选择一个最普通的地狱碎片？你得给我一个解释。萧炎有些不解的暗自嘀咕道，虽然想不明白，但是还是听从了焚老的吩咐。感受到萧炎那一脸不解的模样，芬来也是忍不住的一声轻笑，便是安抚道：萧炎，我乃焚诀之灵，自然是感觉到了你手中的这块地狱碎片其实非常不错，所以才让你去拿这道碎片。萧炎无奈的翻了翻白眼，如果焚老不是焚诀之灵的话，他还真的不会听从焚老的话。萧炎拿起手中的地狱碎片看了看，只是在其上感觉到非常稀薄的淡黄色的气息，看起来也并没有那么特别。而此时万祖玉的这位强者看到萧炎拿到的竟然是其中最不起眼的地狱碎片，脸上瞬间挂满了笑容。原本他就是故意将这些不起眼的地狱碎片丢出来，则是羞辱他们，而这位萧炎却还真的眼巴巴的接了过去，而且还拿到了比不起眼更不起眼的地狱碎片，真是一位奇葩。萧炎望着周围那些各方势力之人所投来的古怪眼神，又是微微轻咳一声：我可以重新选择吗？不过在萧炎说出这句话来的时候，不仅是其他人有些诧异，就连林动与沐尘都是有些疑惑的看着萧炎，心想萧炎想做什么。而那万祖玉的强者早已经是笑眯眯的说道：既然你已经选好自己属于自己的地方，就好好的去那里。如果想要重新选择的机会，就算我愿意，其他人也不愿意吧。如果都像你一样可以有着重新选择的机会，那这诸天气运之争有何用？这万祖玉在数万年前乃是在混元天中排名第一，后来被天渊玉超越，而后来又被武神玉、紫霄玉接连超越，如今在混元天中只能排名第4。虽然万祖玉不如前3玉的实力强大，但是万祖玉依旧存在着令其他天域以及各大势力都忌惮的存在。这万祖玉虽然没有了当年排名第1的实力，但是那霸道程度可不减当年一丝一毫啊！周围的众人原本以为萧炎会出手反击，反而直接让他们更加的意想不到。算了，有总比没有好。然后偏头看向万祖玉的强者，萧炎微微一笑道：若是我凭借着这道普通的地狱碎片，在古元天中有着不一样收获的话，说不定我还得要感谢你一声。不等万祖玉强者的回答，萧炎便是转身来到林动、沐尘的面前，叮嘱道：林兄、沐尘，我们之间都有了一道在古元天中的地狱碎片，暂时要分开了，在其中要小心一些。闻言，林动和沐尘二人皆是点点头。他们二人刚刚所获得的地狱碎片似乎比起萧炎的要好一点，不过最后不管谁的地狱碎片机遇好，只要能够让自己在其中获得祖气，那都一样。旋即，萧炎、林动、沐尘三人则是按照手中那地狱碎片的位置，身影一动，消失在了原地。
万祖欲望者萧炎三人那消失的背影，眉头则是微微的一皱。刚刚萧炎所说的话，的确让得他都有些想不明白起来。难道说，刚刚萧炎所拿到的地狱碎片才是一处好地方？虽然这样想，但是万祖域的强者依旧冷笑出声：“小子，你也只是第3等级来的生灵而已，能够获得我们第2等级世界的一些资源，已经算是不错了。你应该要感谢才是。不过啊，想要和你刚才说的可能会获得不一样的收获，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很快，众人皆是获得了一些地狱碎片，也开始朝着属于自己的区域进发。而另一方面，萧炎已经根据自己手中的地狱碎片的位置，已经来到了此处。萧炎的身影出现在这一处空间的时候，心中顿时有些震惊，随后脸上露出一丝笑容：“粉老，这一次要好好谢谢你，你果然没有感应错。”然而下一刻，一道苍老的笑声传出：“所以凡事不能只看表面，就算抢了那些看似祖气浓郁之处，或许那里的收获还不一定比这里要高。相反，在这里的意外收获一定会比那些地方高很多。”萧炎所选择的地狱碎片，其所在的地狱位于古元天的西北方向，这里所处与其他祖气地狱之间相隔有些遥远。而在这处地狱之中，当想者要好好了解一下这处地方之时，萧炎则是遭遇了一次地灾的袭击。不过好在萧炎的主境灵魂强大，提早便是感应到了地灾的变化，所以当地灾爆发之时，才有了及时躲避这样的危机。不然就算是强如萧炎被这些地灾所吞噬，那么也得重伤。萧炎往这处区域深处走去的时候，还遇见了古元天中其他的生物。这些古元天中的生物与一些魔兽非常的相似，但却并没有所谓的灵智，而是凭借着本能行事，如同野兽没有一丝区别。虽然这些古元天的生物没有灵智，但却有着极为出彩的地方，那就是这些生物拥有着相当恐怖的肉体之力。这股肉体之力不是寻常的肉体力量，而是经年多年之后吸收炼化这一方天地间的古老元气所锤炼出来的强大存在。这种肉体之力，就算是天至尊的超级强者都无法攻破。可是说，这些生物的肉体之力已经达到了与圣品之路的强者一样强大。这些都还没有任何灵智的生物，竟然在古元天中所诞生，就已经堪比圣品之路的超级强者，真是让的萧炎都是无比的震撼。随后解决了这些生物之后，萧炎儿在一路有惊无险的赶路下，花了小半日的时间，终于抵达了地狱碎片中所指明的核心地狱。这是一片格外贫瘠的山脉，山脉到一望无际，一座座巨峰拔地而起，直穿云霄，陡峭险峻。只是整个山脉没有任何花草树木，显得生机寥寥。整个山脉间唯有那光秃秃的诸多乱石。萧炎站在一处一个高大的乱石上，目光则是扫了扫四周。他望着这片辽阔无比的山脉，想必探寻起来也是需要个数日的时间，而且想要在其中找到祖气，那是难上加难。看来想要获得祖气也非常的不简单啊。萧炎也不再推脱，直接朝着山脉中暴掠而去。不过这里可不只有萧炎一个人，在这处地狱的其他位置上，也有着一批人马开始对这里进行搜查，看能否在其中发现所谓的祖气。这一批人开始分配好了自己的工作，分散开来，对着这处山脉开始一步步的探进。随着这一批人马的行动起来，顿时间一道轰鸣之声在山脉中响彻起来。只见的每一个人皆是运转体内的元气，将元气化为尖头螺旋状，然后就对着地面山体开始突突的钻进去。短短的片刻时间，这片山林之中便是变得千疮百孔起来。这些人的实力都是主宰境，但都是小主宰，虽然不是大主宰和最强主宰的实力，但是搞起破坏来显然也是顶尖的存在。人群中一位女子没好气地说道：“这地方真的有什么祖气吗？我怎么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地方，还不如去其他地方看看呢？都过了大半天了，一点收获都没有。”本来就没有抱多大希望的他，此刻的心就又是凉了一大截，因为此处过于的贫瘠，完全不像是祖气浓郁之处。要知道，祖气旺盛的地方将会催生出诸多的生物，而在这里可没有看见一只生物的影子。一道爽朗的男子笑声传了出来：“来都来了，我们再找找看再说。如果真的没有，再去其他地方看看也不迟啊。”这位女子叹气了一声，跺跺脚，如今也只能这样了。于是她也懒得再多说什么，身影掠于高处，环顾四方，保持着戒备。安抚了这位女子之后，这位男子见状，则是将目光转向这片贫瘠的山脉。他的眼瞳深处一丝光圈在流转，开始扫视着这里的一切事物动态。只是这一番扫视下来，并没有察觉到有大量的祖气波动。不过这位男子并不感到有什么意外，这片山脉太过的庞大，不可能一眼就能够找寻得出来。但他相信自己的力量，在这片看似贫瘠的山脉之中，必定隐藏着一条祖气的支脉。旋即这位男子单手负于身后，脚步迈出一步便是数十丈，而每一步落下，他都会停上一息，观测四周。而其余的人马在这山脉之中步步探测而进，轰隆隆的声音回荡于整座山脉之中。时间一眨眼又是过去大半日，在这大半日的探测之下，这些人依旧没有探测到半点的祖气波动，祖气支脉更是毫无踪迹，想要将其找到那是极为的困难。半日时间下来，那位男子也在这处山脉大部分的区域观察过，还真的没有什么发现。有些奇怪啊，不应该吧？此前这位男子便是在发现这里有着一丝祖气的支脉，可是现在竟然没有任何的支脉信息。
还真是不敢相信。那位女子原本就已经有些怒意，而她开始跺了跺脚，手掌一抬，突然有着数百道光影爆射而出，化为一根根石柱，轰然的砸落，散落于这片区域中。林飞，你在做什么？捆气柱。此时这位女子见状，刚刚林飞的行为让她顿时一惊。这些捆气柱一般都是在寻找到祖气之脉后才能够动用的，其作用就是能够捆住祖气之脉，不让得其四散逃窜。而如今在女子观察了4处之后，又是仔细的感应了一下，同样没有发现任何祖气的存在。在所有人都没有发现的时候，林飞的一双眼眸微微一动，他紧紧盯着这片山脉的地底深处。大家都过来。林飞没有过多的解释，便是朝着还在其他山脉上挖掘的众人吩咐道。女子被林飞的这一番话弄得一头雾水，但还是没有再多问什么，直接是转身而去。很快，远处有着无数道破空之声响起，众多人马尽数的齐聚于林飞所在区域。不过，随着诸多人马来到这里，也皆是满眼疑惑的打量着此处，他们同样没感觉这里有什么异样的地方。还没等大家说话，林飞则是用手指了指着山脉地面之下。大家挖这里，我想祖气的支脉应该就在这下方无疑了。诸多人马望着这片平平无奇的山丘之地，开始面面相觑，皆是从对方的脸庞上看出浓浓的惊疑之色，因为他们自来到这里之后，并没有感应到任何关于祖气的异样波动。他们的头让他们挖这里是为了什么？大家快挖吧！原本也对林飞有所疑惑的那位女子，沉默了片刻之后，咬了咬银牙，又对着众人说道。可见到林飞如此的坚持，她也不好再说什么了。随着这位女子的一番话，无数人马也就不再犹豫一毫，直接将体内的强大元气爆发开来，化为诸多的螺旋元气，对着这片山丘之地的坚硬地面突突的狂钻而下。